617年9月，李渊命令李建成和刘文静驻守永丰仓，阻挡潼关以东的隋军支援长安。李世民则率军向渭北之地进发。那么，李世民大举进攻关中的时候，代王杨佑和大兴城里的官员们是如何应对的？关中利民和各地的义军又是如何归属李渊的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李世民进兵关中及李渊拒绝称帝。屈突通得知李世民向关中挺进后，立即任命姚君素为代理河东通守，驻守河东郡，他自己则亲率数万大军，准备阻挡李世民的进攻。结果却被刘文静率军挡住了去路，他只好向潼关靠拢。然而他的大军还未到达，李建成早已派遣王长协向潼关发起了攻击，潼关的守将刘刚战死，潼关失守。接着王长协率军占据都尉南城，以阻止屈突通的大军，屈突通无奈，只能据守都尉北城。李渊得知屈突通率军离开后，立即派遣吕绍松等人攻打河东郡，但未能攻克，双方便形成了对峙的状态。由于屈突通被李渊和李建成阻挡，李世民便毫无阻拦地向西挺进，前往渭北之地。他一边行军，一边抚慰和接纳当地的官民和义军，实力不断地壮大。李渊在关中的亲属们得知后，纷纷起兵响应，包括他的三女儿李氏。李氏的丈夫柴绍是隋炀帝长子的禁卫武官，因此居住在大兴城内。得知李渊准备起兵的消息后，柴绍便准备前往晋阳。临行前，他对自己的夫人说：“令尊大人起兵，我肯定要去支援，但我没办法带你走。可是将你留在此地，定会遭遇不测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”李氏果断地说道：“你只管前去，我一个妇道人家，就算遇到危险也容易躲藏，总会有办法的。”柴绍走后，李氏便回到了户县老家。接着他散尽家财，召集亡命之徒，竟然拉起了一支义军，并自任首领。杨佑得知李渊起兵的消息后，立即派人搜捕李渊的同族。李渊的堂弟李神通便逃离大兴城，前往户县的南部山区，与史万宝和裴寂以及柳崇礼等人聚众起兵，以响应李渊。西域的胡族商人和潘人聚集了数万人，进入丝竹园围道。李氏便派遣家奴马三宝前去拉拢。最终，李氏和李神通以及河潘人的3路大军合兵一处，攻打户县的城池，并将其攻克。李神通自任关中道行军总管。与此同时，李渊的4女婿段伦也在蓝田起兵，部众很快就达到了1万多人。接着，李氏派遣家奴马三宝继续拉拢周边的义军，向善志和邱师立以及李密的唐伯父李仲文等人纷纷表示归附，使李氏的实力大增。之后，他率领义军攻城略地，很快便攻下了武功和始平以及周至等地，部众迅速壮大至7万之众，成为关中最大的一支义军，号称娘子军。李渊得知关中的情况后非常高兴，立即任命堂弟李神通为光禄大夫，女婿段伦为金子光禄大夫。同时，他让女婿柴绍带着数百名骑兵前往南山迎接李氏，并让女儿李氏和女婿柴绍各自设置幕府，分别领兵。之后，他要求长安周围的义军都归李世民统领。此时，李世民的大军已经到达泾阳，部众更是达到了9万之众。几日之后，三姐李氏率领着万余精兵前来与他会师，李世民非常高兴。再来看扶风。此前，平凉的数万贼军围攻扶风，扶风太守窦金领兵固守，导致贼军围攻了数月，未能攻下城池，粮草还被耗尽了。归附了李氏的邱师立得知后，立即派遣弟弟邱行恭率领500人，背着粮食，牵着牛羊，前往贼军的军营慰劳。贼军的首领非常感动，低头行礼的时候，却被邱行恭挥刀给斩杀了。贼军的部众见状，纷纷投降。邱行恭便率领着数万降兵前往泾阳，归附了李世民。李世民立即任命他为光禄大夫。李世民驻扎在泾阳的短短数天里，不仅有数万大军前来归附，更重要的是有武将和谋士的加入，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后世被称为防谋杜段之一的方玄龄。方玄龄，齐州临淄人，按《唐书》记载，他是今天山东淄博人；按《新唐书》记载，则是济南章丘区人。他自幼博览经史，并擅长书法。18岁时被本州举为进士，任命为习城县的县尉。
得知李世民到达渭北后，立即前来归附。李世民与他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，任命他为济世参军及高级参谋。接着，李世民率军前往丝竹，已经投靠了李氏的李仲文和何潘仁以及向善志等人得知后，纷纷前来归附李世民，使李世民的大军达到了13万之众。9月28日，李世民派遣使者禀报李渊，并请求约定进攻大兴城的具体日期。李渊接到奏报后非常高兴，立即命令李建成挑选精兵从永丰仓出发，同时命令李世民率领归附的各军向北进发，屯驻在长安旧城，等大军到达后便开始攻城。次日，李渊也从长春宫出发，向西挺进，路过隋炀帝的离宫园院时，释放了所有宫女并归还亲属，离宫园院则彻底关闭。10月初4，李渊的大军到达大兴城，并在东边的春明门西北扎营，各路大军全都汇集于此，共计20余万。此时，大兴城内主持朝政的是京兆内史魏文生，由于他年纪太大，得知李渊率领20余万大军围城后忧惧成疾，无法参与政事，于是守城的重任便落在了左翼卫将军殷世师和京兆郡丞古仪的肩上。李渊数次派遣使者对城内的大臣们宣称，自己尊奉的是隋朝皇室，但城内无人应答，于是李渊只能派兵攻城。10月27日，攻城战正式打响，李渊命令各军城破之后，所有人不得侵犯隋朝的宗庙，以及代王杨佑和隋朝宗室的府邸，违者诛灭3族。11月初9，大兴城被成功攻克，李渊顺利地进入了城中。此时，年仅13岁的代王杨佑被围困在东宫，身边的侍卫早已溃散奔逃，只有名叫姚思廉的侍读陪在他的身边。见李渊的士兵们进入东宫后，姚思廉便厉声呵斥道：“唐王兴举义兵扶助帝室，尔等不得无礼。”将士们听后，只能无奈地退往庭院，整齐地站好，等待着李渊的命令。李渊到达后，姚思廉扶着杨佑出来见他，李渊立即痛哭跪拜。之后，李渊将杨佑迁居到大兴殿，他自己则住进了长安故城的长乐宫。接着，他与百姓约法12条，并将隋朝的苛政酷令全部废除。由于魏文生已经去世，李渊便将殷世师和古仪等10几名大臣逮捕处死，其余人等则不再追究，只有李靖除外。李靖是雍州三原人，即今天陕西三明县人，《西游记》里托塔李天王的原型。他出生于陇西李氏，祖父李崇义曾任殷州刺史，父亲李全则官拜赵郡太守。他从小就文韬武略，颇有进取之心。舅父韩擒虎是隋朝名将，每次与他谈论军事，都会拍手称绝。长大后，他历任长安县的公曹和殿内执掌，后来晋升为马邑郡的郡丞，在李渊的帐下任职。李渊准备起兵之时，李靖便伪装成囚徒前往江都给隋炀帝密报。然而到达长安后，由于到处都是叛军，导致道路阻隔，未能成行。所以李渊攻破大兴城后，便准备将其处斩。临行前，他大声疾呼：“明公兴举义兵，是为了平息天下的暴乱。现在大事还未完成，就要以私人恩怨斩杀壮士吗？”李渊听后非常欣赏他的言谈。李世民也非常赞赏他的才识和胆气，再三请求李渊赦免，李渊便将其释放，并被李世民召入幕府。至此，李渊彻底控制关中，文武百官纷纷上书请求李渊称帝，但李渊不从。11月13日，他迎立杨佑为帝，即隋恭帝，并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。杨佑则特赐李渊持黄钺，委任为大都督内外诸军事、尚书令、大丞相，晋封为唐王，并将所有朝政以及文武官员任职的权力都交给李渊决定，只有祭祀天地和祖先的时候才需要上奏给杨佑。接着，李渊设置了丞相府官署，任命裴寂为长史，刘文静为司马，李纲为丞相府司路，封李建成为唐世子，李世民为秦公，官拜京兆尹，李元吉被封为齐公。至此，李渊父子已经完全控制了关中的局势。那么，此时李密和隋炀帝的境况如何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